电影《接我口》档次全都有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星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影片名字叫《超级大玩家》。咱们的主角川哥是个顶级大盗团伙的头领，只要他想偷，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他偷不到的东西，就连警察也拿他没辙。但就是这么厉害的川哥，也有翻车的时候。这不，他刚招进来一个黑客，没想到这黑客一点都不仗义，竟然把川哥偷来的几十亿黄金全部骗走。这等奇耻大辱，岂是川哥可以忍受的？他立刻发动自己的团队，要解决这个该死的黑客，夺回黄金。川哥推测，按照正常人的思维，黑客一定会把黄金卖掉，所以这批黄金肯定会在市场上流通。果不其然，1年后，这批黄金出现在了印度市场上。于是川哥带领着手下伪装成印度土豪，在做交易的时候，偷偷的将监听器塞进了中介的手机里。但黑客也不是吃素的，好不容易通过定位系统查到了黑客的下落，但没想到黑客却突然挂断了电话。没办法，几人只得铤而走险，前往中介的办公室获取新的线索。在团队的顺利配合下，川哥成功获取了黑客的所在地惠灵顿。他们立刻驱车前往惠灵顿，发现这黑客竟然用黄金买了一座超级大城堡，还有无数架豪华跑车。更气人的是，据川哥分析，黑客只用了一小部分黄金，大部分还藏在家里，这简直太拉仇恨了。大家决心一定要搞倒黑客。不过现在首先要知道的是，黄金到底被藏在黑客家的什么地方，这就需要一个卧底前往黑客家寻找。但黑客可不是普通人，他的家里全部都是高科技防护系统，除非他自己允许，要不然连一只苍蝇也飞不进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川哥想到了美人计，他打算派平时不怎么打扮的手下小妹去，因为小妹是个生面孔，而且打扮之后非常明艳动人，很有看头。就这样，小妹潜伏到了黑客常出入的夜店里，而美丽的她也很快就吸引了黑客的注意，被黑客带回了家。另一边，其他人改造了一辆装甲车，准备在别墅外面接应小妹。而小妹在进入黑客家之前，也偷偷在自己的鞋底装了金属探测器，准备检测黄金的位置。刚一进门，小妹就傻眼了，黑客的家里果然是重重封锁，到处都是高科技陷阱。为此，小妹主动提出要表演印度神舞，但其实她是想通过舞步来探测金属的位置。过了一会儿，黑客没有耐心了，想直接进入正题，小妹情急之下便将鞋子扔进了浴室，但没想到这时的金属探测器突然亮了，原来黑客一直把黄金藏在了浴缸里。就在川哥众人准备行动之时，黑客突然对着小妹随身携带的摄像头打起了招呼。原来他一早就知道了小妹的身份，之所以不揭穿，只是想看看川哥能玩出什么把戏。说完，摄像头便黑掉了。川哥意识到小妹有危险，便立刻开着装甲车冲了进去。话说这装甲车质量可真好，竟然能直接撞到黑客家的客厅。黑客见状却很淡定，甚至可以说是轻蔑。他自信地对川哥说，给你48个小时的时间，能不能偷走黄金就看你的本事了。在这之前，我不会做出任何伤害你们的行为。这句话一出，川哥深深地被刺激到了。同时通过黑客家墙上的话，川哥意识到自己的团队里有黑客的内奸，就是那个美女大波浪。但川哥并没有揭穿，而是决定将计就计，将假情报传递给大波浪，自己则偷偷地布置着另外的地下行动。他先是制造出交通堵塞的假象，然后又挖了一条运送黄金的地道。到了约定的那一天，川哥按照黑客设定好的计划，劫走了那辆没有装着黄金的空车。在直升机里的黑客看到后洋洋得意，以为川哥已经上当，便通知自己的手下将真正装着黄金的卡车开到机场。然而川哥早就有所预料，并已经派人埋伏在路上。果不其然，他顺利截胡了装着黄金的大卡车，里面装着的是满满的10亿黄金。不过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，川哥和他的团队立刻开着车来到了事先联系好的改装厂，将10亿黄金全部融化铸成了汽车。汽车改造工的技术非常高超，改造后的汽车看上去与平常汽车没什么两样，所以不管是黑客还是他的手下都没有看出任何端倪。就这样，川哥3人开着车逃之夭夭，离开了惠灵顿，来到了另外一个国家，过上了富豪的生活。这部片子可以说是印度版的偷天换日，剧情紧张刺激，而且全程无尿点，非常适合喜欢犯罪片的朋友们观看。唯一不足的可能就是在细节和逻辑上，相比偷天换日有些逊色，但总体来说还是一部不错的犯罪电影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，下期节目同样精彩，小伙伴们千万不要错过哦。